那，哦，他是没开始呢。对，那其实我在我上学的期间也看了您很多的节目作品访谈，我非常喜欢您的访谈风格，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其实也采访过一些公众人物的职业，大家其实在言语空间上是谨慎、幼稚、谨慎的，因为怕稍微一点话语就会引来攻击或者引来谩骂的声音，这是非常容易的，也很正常。所以我想知道，您这么多年保持您如一的这个访谈风格，不管他们的标签是直接还是所谓的毒舌，您对于这个标签会有负面的一些情绪吗？负面的情绪。可能用词不太恰当，或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这也作为一个小学弟的想法。我在传统媒体做了很多年嘛，所以当现在这个时代来到自媒体时代，然后我都甚至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我这么问恰不恰当。就是你说你看过我的采访，是看过我真的完整的采访，还是短视频营销号剪辑出来的碎片化的采访？漂亮，好问题啊。有碎片化的采访，有完整化的采访。但我说实话，对于一些您可能直截了当、比较尖锐的问题，我大多数都是在那个传播领域下、传播思路下看的碎片化的采访更多。对。对，那如果通过那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媒体人，有一天会被这样去解读。刚开始的时候会不解，因为包括一些词汇的话，就是现在都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词汇，比如说犀利啊，在我们那个新闻时代，犀利这个词，如果有前辈说你犀利的话，那是对你的盛赞，我们甚至在孜孜以求的去说能够达到这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就是短视频营销号上对你说的犀利，其实是在贬损你，对，定义成了一种情商低，甚至是作为主持人、作为一个人的一种缺陷，甚至到了这个地步。它有各种各样的，反正都是矮化你的。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个预设的答案，但是没得到，就不停的，就是对，没有从他的嘴巴里得到。有点像下午连线的第二位。对，就是你一定要同意我的观点，或者你一定要说出我预设的答案。真的啊。我们其实以前做新闻的时候是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工匠的状态，是一点一点的去往前进，一点一点去攻克一个题目。但是没想到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了博流量，把你的采访然后东拼西凑，再加上一些恶意的引导，然后夸夸夸贴上几个标签，那是大众喜欢看的可能。但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哦，原来时代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自媒体的，然后在某些时候甚至说流量为王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当时很不接受，很困扰，然后迷茫、失落都有过。我觉得易立竞已经尽可能的配合了，给出了有关的答案。因为我也看到过您在南方周末呀，他们当时也讲，像南方周末他有一篇新年致辞，我觉得跟此情此景特别的相应，他就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他说了，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直面真实的民族是坚强的人。我觉得无论什么时代，无论是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扎根于时代，还是说我们现在媒体飞速发展，信息纷至沓来，仍然由您这样的新闻人，由您这样的深度访谈记者去坚守这一份真诚，我真的觉得太敬佩您，太棒了。所以我想，谢谢。所以我想，不管是电视机前、镜头前，还是像作为小辈，您非常衷心的，就我个人的感谢，因为我家里人也做。不，没事。你太客气了。怎么突然？这是一个收尾语吗？这有点尴尬了，此刻。
因为我家里人干这行，包括我的哥哥，我的哥哥他也是一名记者。他为什么问完每一个基本我觉得要问问题的时候，他又收回来去讲自己的经历或者某一些？我看到一篇报道，我个人感觉，我猜测啊，可能是您在过往的职业生涯中很危险或者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就是当时河南的那个村。您当时去回访的时候，您打车打到了一辆黑车，然后把您拉到路口，说不给钱，就别想，然后一问10块钱，加钱，加钱，立马加钱，没有任何犹豫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刘奎说的比易老师多。他说了有1分钟了，不止，我觉得不止。他的表达就会更多一点哈。这些故事是不让伊丽静来讲的，因为我觉得我总想坚守点什么。我其实并不是因为不想做这个行业而抛弃这个行业，而是当时包括我前段时间在北漂，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一个综艺主持的机会，当时去了北京定下来了，然后完事儿去了之后，在刚开录前被卡了。所以他到底要问什么？完全失控了。他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因为其实我也看到了您的曾经的一些访谈，因为您当时是记者啊，但我们作为小学弟，作为从业者，我觉得那是一种坚守的勇气。你们听得清楚吗？确实有点听不清楚啊。我是小迷弟小学弟，我都没听清楚。我一直现在是迷弟。学弟。刘奎的声音对我来说有点含糊，我经常听不清楚他在说话。对，你觉得含糊是对的，因为他说话不张嘴。你仔细看，他是咬后槽牙的。按照发声的角度来讲，他不张嘴。可能您们作为新闻人、新闻记者，您会去挖掘，但是真的之后，他的唇的动程非常小，他中间这部分没有表情，就上去了或者下来。拉到路口，他的很多面部表情也很玩味啊。而且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他的表情真的。他紧张的，他其实是倾尽全力在想要讨好这个嘉宾，对。可是这个就非常不巧。姿态前进的话，也是你的内心可以说出，并不代表说顺势而为。你看得见吗？我看得见，我只是听得有点那个着急，我站起来站一会儿。感谢老师，感谢老师。好，没事。你是什么专业？哪个学校？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啊，哪个学校？南京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对。你现在是？我现在是我就是本科，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线下的单口喜剧演员。反转了，果然开始采访了吧？前辈都笑了。那你现在是现在还在上学吗？还是刚毕业？大学刚毕业。就是你还是热爱这件事情是吗？是想坚持的。是喜欢还是信念还是热爱？是信念。哦，是坚守吧。是受家里影响吗？成长环境的影响？不只是。我觉得是他到现在还没意识到他在被采访。完了，角色反转了。其实我觉得回到开头，就像99年的时候，南方周末说的那句话：只要我们好好走自己的路，总有一束阳光会打在我们脸上。那也特别感谢老师，真心的特别感谢老师，有一次机会跟前辈有这样的交谈。也谢谢你，感谢老师。好，辛苦，谢谢你。好。结束了。你现在好像是比刚开始的时候松弛一点了，是吗？松弛一点。你说好紧张。刚开始的时候有，其实后面的跟您交流到中间，感受好太多。理解。谢谢老师。老师，我可以跟您合个影吗？我好，特别想。我已经准备好了。感谢。可以吗，叶老师？好，可以。谢谢。好，3、2、1。好，谢谢老师，特别感谢，真的，好，特别感谢，辛苦了。好嘞，您要再喝会吗？啊，没事。好嘞，那我先拿下去。好嘞。好，没事，谢谢。他应该下来把自己的访谈看一遍，就知道问题在哪了。就看一遍就 get 到了。Oh my god， 他结束了。嘎。时光一去不复返，往事只能回。看来不错哟，这小曲儿哼的。下班了。
就是他自己把自己那段说完之后，已经感觉稳了。对。太牛了！我刚在外面偷偷的听到了。你在听？我听到了，你讲可好了。对你讲可好了，声音蛮大的。声音大吗？大。我觉得我是一直这样说，我知道。可好，就是特别松弛又自然。Chill man，chill。Chill man，chill。评委也是制胜，在一开始 pick 的实习生啊。到你了吗？哦，下一位是你。有没有？能紧张吗？哦，晕过去了呀。别晕，别晕。你坐咋坐？你们当时我这样坐的。这样坐的。这样你们看会奇怪吗？我觉得会有一点哎，好像会有一点拧着，会有点拧着。那就这样啊，这样会好一点。然后你可以手放到这里，这样好看，这样好看。谢谢2位专业的意见。哎呦，怎么说不怎么来 I got， 加油，准备。Oh my god， 我们心现在要跳出来了。没事，加油。没事，你放轻松，正常的聊天说话就行。OK。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我是主持人杨小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深蓝客厅，这里是学经济的会讲故事的小姐姐，经济学女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知名记者、主持人。老师好。下面是你吗？对，我要写招。加油！啊，谢谢老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林蔚。走吧。紧张？没事，依依完全放轻松，不要紧张。然后这边是一个时间条，到时候你在那儿采访的时候，导播会在耳机里告诉你时间进度，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大概的时间。好的。老师们好。我要在哪里戴帽子？老师好，叶老师，我想跟老师握个手，我很喜欢你。谢谢，谢谢。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开始采访。好，那你先上去吧。好，坐个台阶。这个女孩很高，我刚才碰到她，她显得小，对，以为她小小的，比较瘦，骨架小。哎，这个女孩近看很好看，她又属于一朵雏菊，就淡淡的。我对她抱有期望。我也是，我也是。加油！严玲，你耳机听得到吗？你可以说几句，我们试一下声音。易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叫杨林蔚。哦，羚羊的羚，蔚蓝色的蔚。杨林蔚。对，挺好。试声音的时候顺手把那个对环节也推进了，破冰破了。你这边这个头发捋一下。这样吗 ？OK， 好。谢谢老师。咱们的嘉宾都好好啊。好，5、4、3、2、1，好，说话。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一间最会讲故事的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杨林蔚。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知名主持人还有演员易立竞老师来到我们的会客厅。演员？易老师演过戏吗？我还真不知道。他说主持人吗？他说演员。演员。还有演员，应该是不是做过功课？没有，我觉得就是一时紧张。口误啊！易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见到您。您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立竞，但是演员这个身份可能哎，捕捉到了。我倒是偶尔客串过，但是还算不上演员。挺好。今天呢，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主题是有关主持人，还有就是衍生的相关自己热爱的职业这样的一个话题，想要跟您来聊一聊。因为您作为主持人之前，其实我了解到是从事了很长时间的记者，还有主笔的工作。那当时选择记者这个工作，您是自己本身就特别热爱，还是一些机缘巧合的机会呢？机缘巧合。您能跟我们展开分享一下吗？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在做记者之前，我做过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我开过服装店，哇，我卖过涂料，
我做过很多，就是你们可能大家都觉得跟我后来做记者这个行业完全不搭嘎的一些职业，然后一个偶然的一个机缘，然后进入到了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我在想说，这才是我要寻找的，我想要做的事情。明白。那想问一下，在这个转型的期间，您觉得会有一些难点吗？就是从记者转型到主持人来说。相对于我以前做记者的话，我只是记者型主持人，我只是转换了，就是说有镜头面对我。对对，所以那会儿的难点的话，就是我怎么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能够自如一些。会有一点点紧张吗？当时在转的时候。开场聊得还不错，他已经想办法去追问细节了，不是紧张，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顺势而为的就出现在了镜头前，然后坐下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就后面逐渐的。是因为后来的时代在慢慢变化，就是电视媒体或者视频它成了一种大势，对，所以我就顺势而为了。对，其实像您的风格，我们了解下来，感觉是一直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直面对我们的受访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您当时就是怎么样摸索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吗？简单的方式指的是什么？就是比较直接。坏了。因为我是传统媒体出来的，我们做记者的话，就是你只提有效问题。对，记者的话不需要婉转。所谓现在经常提到的高情商这件事的话，它不是记者要考虑的问题。明白。就是你需要追求的是呈现被采访者的一个作为人一个个体的一个复杂性。如果你作为新闻的话，你需要呈现的是无限的接近真相。作为主持人，是不是应该让每一个受访者，或者是我们每一个观众都感受到如沐春风，感受到特别的舒适？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还是您觉得其实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舒适，并不是作为一个好主持人的唯一标准？我在想说，主持人的话分很多不同种，因为我只能说我自己，我是记者型主持人。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提出问题，我们不是要跟被采访者做朋友，然后我们是要微微的挑战对方。对，这个就是我其实刚刚想表达的点。我们不是为了让他舒适，我们应该相信对方的智商。可能有一些节目的主持人是需要让整个场或者怎么样如沐春风，或者在场所有人如沐春风，他是不同的主持人，因为主持人分不同种。了解。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会认为，如果我问的不够高端的话，可能对方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提问者，甚至带给对方一点刺痛感，让对方觉得好像被冒犯的感觉。那您有没有想过，或许这种方式会不会有一些些的风险，或者是如果跟您采访的这样一位受访人，那或许在问到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情绪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波动，就是您会在意受访人的情绪吗？是这样的，记者的话，高效和有效，并不妨碍你同时要照顾被访者的情绪，因为采访这件事，比如说我们此刻坐下来，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是的，这个完成的话是，你是提问者，我是回答者，必须要两个人共同完成，所以你必须要照顾到对方的情绪。就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需要照顾一些你的情绪。他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完成，因为我们一起答应的这个工作。对，所以他不能够说是，你，比如说， Oh my god！ 我们是还继续吗？
哇，这种临场突发的情况对新人也对，新人巨大。新人是这个场的主人，所以他其实是要去控的。他要拍板，这个声音到底杂音影不影响刚才的录制？刚才那边问题需不需要再来一条？老师可以帮忙调一下外面的环境吗？他有在努力。那个让稍微保持一下安静，谢谢。楼下已经打过招呼了，可以继续啊。叶老师，您看现在可以吗？可以。